和林之义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两家人住着对门，从小我们就不分彼此，谁家做的饭好吃就在谁家里吃饭，甚至晚上还一个床上睡觉。直到我懂得男女有别，才开始和林之义保持距离。可他怎么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奇怪，幽怨中带着极为复杂的情绪。林之义，你给我等着！高三毕业后，暑假一个很平常的早上，我昨晚熬夜到很晚，精心准备今天给我暗恋的女生表白，忙碌到半夜才勉强睡着，却迷糊中被人掀被子。要知道我可是喜欢不穿衣服睡觉的。清晨小苏正是最精神的时候，睁开眼睛就看到林之义那奇怪的目光，直直的落在我昂首挺胸的小弟身上。我目光下移，顿时恼羞成怒，一把抢过被子盖住，对着林之义大喊。他耳根泛红，却没有丝毫躲避出去的意思，反而看着我的6块腹肌，双手叉腰，一副我能拿他怎么样的模样。在被子里穿上裤子，我光脚跑下床就对着林之义扑去。他1.65米的小个子，被我一下丢在床上，重重的挥起巴掌，在他身后打了2巴掌。看你下次还敢不敢了？男女有别，你懂不懂？我光着身子，你一个女的跑进来还盯着看，矜持你有木有？我气愤地数落他的罪状，却见他肩膀颤抖，嘴里小声地呜咽起来，哭了。别开玩笑，这个丫头鬼精鬼精的，哪一次不是让我吃瘪？伸手扒拉着她的脑袋，她随着我的力气扭过头来，朝我露出一个得逞的笑容。阿姨，苏雨她欺负我。我的心里不安感觉刚刚升起，林之义就惊天动地的一声哀嚎，3秒钟我妈就拿着锅铲冲了进来。得益于我的慢反射神经，我和林之义还保持着刚才的动作。在我妈看来，我光着上半身将林之义摁在床上，而她一脸屈辱的趴着，好像我在做某些不堪的事情一样。苏雨，母上大人的一声怒吼让我浑身一个激烈，赶紧放开林之义，老老实实的站在地上。妈，不是你看到的那样，是林之义他……我话还没说完，林之义就开始哭嚎，那声音委屈的跟什么似的。把你衣服穿上，给我滚客厅里去。林之义在我妈看不见的地方给我一个得意的笑容，扭头就开始抽烟，真是好一个戏精。对于这种把戏，我这种火眼金睛自然分辨得出来。可我的母上似乎到了老眼昏花的年纪，上来就给了我2巴掌，将我赶出卧室。林之义抽泣着脱下衣服，让我妈看了被打的地方，2个鲜红的巴掌印证明了我的行凶。当天晚上，我的爸妈就拎着我跑去对门道歉，任凭我如何解释，我妈也不听。我爸倒是想给我美言几句，却在母上大人的冷眼下讪住了嘴。我和林之义关系确实很好，以前都是穿一条裤子的，一起吃一起睡是很平常的。可随着时间过去，我们也渐渐长大，我明白了男女有别，就开始慢慢不再肆无忌惮的胡闹，而他的思想还停留在以前一样，认为我开始疏远他了。尤其是我喜欢上柳如烟以后，他看我的眼神就越来越奇怪。可从小到大的相处，让我对他的定位一直都是妹妹一样的角色，虽然我只比他大几个小时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家苏雨胡闹惯了，可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这么简单过去。小姨受这么大的委屈，我家肯定得负责。我们一家3口和林之义一家3口坐在客厅两边，经过我妈的一番渲染，说的我好像差点睡了林之义一样，几次3番的我想开口解释，却被我妈给瞪了回去。最后在我妈和林妈的交流下，很愉快的决定先让我和林之义订婚，然后大学毕业再结婚。我妈一个凶狠的眼神就让我闭了嘴，6个人就我一个不愿意。我弱小的发言却没有一个人听。我家里3口人，我地位排第4，因为家里还有只猫咪，它叫2声也比我话语权重。林之义不同，家里的掌上明珠存在，从小林爸林妈就宝贝的什么似的，除了跟我一起打闹受伤，别的任何情况都会让他父母心疼上半天。现在林之义羞涩的低头坐在我对面，丝毫不看我龇牙咧嘴的模样，装成文静端庄的样子，还真像那么回事。我妈一把扯过我，伸手将我脖子上戴的玉佩解下，笑眯眯的拉着林之义给他戴上。林妈妈也从翻箱倒柜的找出一个玉佩，和原本属于我的玉佩恰好是一对，这是我们姐妹俩从小戴到大的玉佩。还没我们的时候，2家长辈本来想联姻，可我俩恰好都是女的，现在也正好当成你们的信物，改天看个日子张罗2桌，这件事就算这么定下了。听着2家大人的畅谈，我只觉得手脚冰凉。我喜欢柳如烟很久了，本来打算今天就对她表白，可林之义这么一整，我还怎么表白？虽然说林之义很漂亮，可我从来都是拿她当兄弟啊。从小到大，我和她比自己都了解对方，她夏天脚酸我都知道，我8岁还尿床她也知道。都说结婚前要好好谈一场甜甜的恋爱，可我俩知根知底的谈什么？谈我们小时候一起玩泥巴吗？还是谈我俩拿着大人的计生用品当气球装水？夜晚我独自站在阳台上，风中凌乱，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和林之义订了婚。我这辈子就这么栽了，甜甜的恋爱啊，我不值得拥有吗？想起暗恋的柳如烟，我的心里就是一阵心疼，多么好看的一个美人，就这么离我而去了。喂，大傻个，自己一个人在这儿高兴啊？我不用扭头就知道是谁，直接对着他的方向竖起中指。我俩是邻居，阳台也紧挨着，打开窗台甚至可以直接将手臂伸到他家里去。以前我俩没少传递过东西，或是我妈给我做的小点心，他妈蒸的包子，我的数学作业，他的语文作业，虽然推门也能给对方，可我俩就是愿意隔着窗户送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和他订婚我心里并没有抗拒的意思，只是心里有很多不甘，想要垂死挣扎一下罢了。柳如烟有什么好呢？没我漂亮，没我学习好，只不过善于打扮，哪点比我好了？林之义有点愤愤的质问，终于让我放空的眼神回转，扭头看了他一眼，清水出芙蓉，刚刚沐浴过后的他，肌肤白的反光，确实姿色比柳如烟要好上那么一点。可输人不输阵，怎么也得为他狡辩几句。成熟风，你懂不懂？男人的最爱啊！林之义怔怔的看我，眼底涌出一股复杂的情绪，转身进了卧室。刚刚高3毕业，还不太会打扮的女生，自然追不上柳如烟那种张扬性感的类型。这一次说到你的痛处了吧？嘿嘿，心底暗自得意着，我直接拿起笔在窗户框上写下一笔。
比，加上这次我就和林之义扯平了，终于在谈话中占据平手，这是一次很有纪念意义的胜利。第二天早上起床，我就发现饭桌上多了一个人，上身白色衬衫加上黑色小西服外套，下面红色格子短裙，黑色反光的丝袜，黑色小皮鞋，小腿还套着堆堆袜，好一个青春美人。家里什么时候有这种合我口味的美女客人了？正当我绞尽脑汁想打探美女的底细，她抬头对着我露出灿烂的笑容，我呆滞了，竟然是林之义。看到我有些痴迷的眼神，他露出果然如此的眼神，得意的将一条黑丝长腿伸直，对着我轻轻摇晃，拿这个考验我。好吧，我承认确实被诱惑到了。一顿饭吃完，我爸妈都出门上班去了，家里只剩下我和林之义。想起我妈那看儿媳妇的样子，我就对林之义有点得罪不起的感觉。他还特意的靠近我坐着，黑长直的头发上还别了一个可爱的发卡，一股股香气传来，让人不由得心猿意马起来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出发吧。我赶紧收拢心神，装作看时间的样子，对着林之义说道：“今天是全班同学聚会，最后一次聚餐，肯定要出席。”他没说话，只是盯着我看，仿佛把我当作猎物一样的眼神，让我想赶紧逃离。跑回房间开始翻找衣服，想找一套像样的。那件白色 T 恤配上米色休闲裤小白鞋。清冷的声音传来，林之义靠在门框上，看着我挑选衣服。我在换衣服啊，把门关上。我低头看见自己光着的上半身，羞恼地对着林之义嚷嚷。林之义哦了一声，立马听话地把门关上了。你给我出去，把门关上，别想看我换衣服。我的怒吼甚至都传到了其他楼层。这俩孩子感情真好，整天打打闹闹的腻在一起，听说还要订婚了，真好啊。我穿戴好衣服，和林之义走出单元门，就听到楼下王阿姨在调侃我俩。我心里不屑林之义这个色女，整天觊觎我的身体，表面上还是对王阿姨露出笑容，打了个招呼赶紧离开。走进酒店，直奔包间。进门那一刻，林之义双手伸过来挽住我的手臂，所以当大家的目光看来，就是我和林之义的姿态亲密，打扮的一个阳光一个成熟，很是般配的样子。哟，小情侣来了。首先就是班长的打趣，我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包间里最里面的那张桌子上，柳如烟坐在正中央，目光也看着这个方向。当看到林之义挽着我的手臂，那亲密的模样，柳如烟眼神暗淡，转移开了视线。同学最后一次聚会，然后就该各奔东西了，基本上全部都来了。我和林之义一起考上隔壁城市有名的一本大学，就是不知道有多少同学能和我们一起上这个大学，滨海大学。我可考不上。随着我的打听，不少同学摇头，唯有一道目光若有若无的看过来。好巧啊，我也是报考的滨海大学。一道欣喜的声音传来，是柳如烟，她也考上了滨海大学，那岂不是说以后能多见面了？一顿饭吃完，我和柳如烟都没有说话的机会，因为林之义总是隔在我俩之间。无奈的回到家里，我妈正和我爸闲聊，亲戚都通知差不多了吧，应该齐了，我再看一遍，别遗漏了谁，面子上就不好看了。想到和林之义的订婚宴，我心情有点低落，和柳如烟就这么错过了。这个时候我妈发现了我，把我拉到身边，傻小子，小姨这么好，你有什么不愿意的？她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你们在一起我们也放心。什么意思？我怔怔的看着我妈，随后才反应过来，老妈，你是故意的。我爸妈好笑的看着我，觉得我的这个问题非常奇怪。上了大学以后可就不禁止谈恋爱了，为了不让你做出后悔的事，我觉得先给你定下的好。为什么明明知道那都是误会，还要我和林之义订婚？小雨，你真的不喜欢之义吗？妈妈的反问让我一下子愣住，我似乎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如果有一天他喜欢上别的男生，会离开我而投向别人的怀抱，我的心脏隐隐作痛起来。别做出错误的选择，妈妈经历过这些，不会害你的。我好几天都没出门，房间门也反锁了，不让林之义进来。躺在床上静静的思考，我不能离开林之义，我们从小到大生活轨迹已经连接在一起。如果有一天我的生活没有他，会像没有空气一样让我窒息。窗户被人敲了敲，我抬头看了一眼，急忙跑过去将窗户打开。林之义踩着窗台从他家里迈了过来，手里拿着一把螺丝刀，在我的窗户上开始补刀。你疯了吗？防止你再次不让我进你家，一个人关在屋子里，我怎么放心的下？林之义头也不回的继续补刀。几分钟后，他丢下螺丝刀，拍了拍手，我的窗户被他残害的已经关不上了。好了，他这才回头看我，伸手在我胸膛上摸了摸，身材练得不错，你个小色女。我这才想起自己光着膀子，赶紧找衣服穿上。林之义的眼眸里泛起我看不懂的情绪，向我走了2步，紧紧抱住我。小雨，不要躲着不见我好不好？知道了。我突然心脏猛然跳动，被他爆发的情绪感染，却没看见他的眼睛里一丝痴狂悄然涌上。说是订婚宴，只不过2家大人亲戚在一起吃个饭，告诉大伙我们的事而已。看着闹哄哄一片的亲戚，我找了个借口溜出来，恰好在饭店门口碰到了柳如烟和她妈妈。柳如烟和她妈妈说了2句，就留下她妈一个人，自己朝我走过来。苏同学，有点事想和你说，现在有时间吗？我呼吸下外面刚刚下雨后的新鲜空气，朝着柳如烟点点头。有时间？怎么了？我喜欢你，本来想在毕业时对你说的，可你一直都没时间，写给你的情书你也没回复，现在能给我答案了吗？柳如烟双颊绯红，勇敢的抬头直视着我，我心跳加速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那段时间柳如烟确实有好几次想找我，可都被林之义从中作梗耽搁了。不好意思，他已经和我订婚了。林之义清冷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一双小手挽上我的手臂，紧紧依偎在我身旁，宣示着主权。我看着自己以前喜欢的女生，再看看身边的林之义，犹豫中做出了决定，摸了摸林之义的小脑袋。在他欣喜的眼神中，我扭头认真的对柳如烟道，如果是以前，我想我会很愉快的答应，可是现在我已经和林之义订婚了，不能答应你的表白。不好意思，柳同学。柳如烟却好像是早就想到了一样，一副果然如此的点了点头，看着林之义的眼神中透着点点的不甘心。你没把我的情书给苏雨。林之义理所当然的点头承认，苏雨是我的，当然不能给自己创造对手啊。柳如烟撇撇嘴，委屈的眼神看着我，
见我没什么表示，才闷闷不乐的离开。我说怎么从来都没有人送过我情书，原来都是你搞的鬼。我低头看着林之意，他一副无所谓的表情，眼底的痴迷被我看得很清晰。你是我的，当然不能让那些狐狸精给诱惑了去。我觉得他的想法有点偏执，却没往心里去。只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上了大学以后的林之意越来越占有欲强的厉害。由于两家大人的默许，我和林之意在大学院校旁边租了个房子，一起开启了同居生活。从小就在一起的两人，生活一起没有半点不习惯，反而因为对对方的了解，过得很轻松惬意。来之前，妈妈对我叮嘱，让我好好照顾林之意，我主动承担起了做饭的事，她也会给我打下手帮忙。第一天搬进出租房的时候，她和我一起去市场买菜，一路上蹦蹦跳跳的，很是兴奋。我见她那么高兴，没有将柳如烟和我一个班级的事情告诉她，如果说了，这个醋坛子肯定会不依不饶。第一天不想闹得不愉快，我俩很愉快地度过第一天的夜晚。我做饭，她洗菜，我收拾桌子，她整理家务。不大的房子被她布置得很温馨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和她互道晚安，她看着我走进房间，犹豫半天才回自己房间休息。等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，告诉她柳如烟和我一个教室，她就立刻开始疑神疑鬼。你放心，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，你应该相信我。我举起手保证，她狐疑地看了我半天。以前我整天在你面前，可你眼里只有那个坏女人，你的保证我不能相信。我郁闷得差点吐血，这个憨批竟然不相信我，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。看我一脸郁闷，她终于还是选择相信我，不过给我加了许多限制，不许接近她，不许和她吃饭，不许和她说话，更不许有身体上的触碰。我直接用包子堵住她的嘴，赶紧吃完饭去了学校。这个家伙喋喋不休的样子，让我想起老妈，这个年纪就这么啰嗦，以后老了我有的受了。我俩的专业一样，大课间她总是跑过来和我一起，甚至我的教室她也不时的突然过来蹭课。一到我的教室里，林之意的眼睛就像探照灯一样，人群中她总是第一眼就能发现柳如烟，然后对她露出挑衅的眼神，这才蹦跳着跑到我旁边坐下。有一次，一位女同学和我探讨学习，她过来的时候恰好看见。那一天她的气压极低，我哄了好久才让她重新恢复正常。第二天我刚下课，正收拾桌子上的学习资料，老公一声娇滴滴的声音传遍整个教室，让我惊讶的回过头。班级里所有人的目光都朝门口看去，只见林之意穿得清纯可人，娇滴滴的朝我笑得灿烂，这可是全新的称呼，以前她可没这么叫过我。在班级男同学的羡慕目光中，我赶紧出去拉着她就走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这么叫了，不行吗？一起走在食堂的路上，我对林之意提出抗议，在家里这么喊就行，外面还是不要了。我们才大一，感觉脸皮受不了别人的异样目光。她笑眯眯的，却连点头都不肯。食堂那么多人吃饭的时候，她也时不时的叫我一声老公，让我觉得浑身难受。更有一天在食堂排队的时候人太多，前面一个陌生的女同学手里举着一杯喝过的奶茶，被旁人挤了一下，奶茶的吸管恰好划过我的嘴唇。那个女同学回头惊讶的望过来，看清楚我的样子，脸上红了红，对我说了声抱歉。那个女生打完饭后没走，等我打好饭竟然抢先刷了饭卡。不好意思啊同学，刚才实在太挤了，这顿饭我请你。我本能的拒绝，却挡不住她太过热情，最后还是端着盘子返回餐桌。没想到那个女生竟然跟了上来，直接坐在我对面。我旁边的林之一脸都黑了，一把拉过我的头，在我脸上亲了一口。老公，她是谁啊？说完目光紧紧盯着那个女生。对面的女生愣了愣，见我理所当然的表情，这才讪讪起身走了。不认识，刚才打饭的时候碰到了而已。我生怕林之意再做出什么大胆的举动，赶紧轻描淡写的将这件事略过。你是有主的人了，这么招蜂引蝶下去可不行，以后出教室的话，身边必须有我陪同。林之意愤愤地瞪着那个女生背影，拿出我的手机解开，将屏保换成我们俩的图片。从那以后，林之意就恨不得在我身上写上名草有主几个字，整天搞突然袭击，时不时就在我教室外面偷偷观察。只要我和女生有互动，他就会突然出现。为了打消他这种想法，我每次下课了都直接去他教室找他。我的小心维持，让我们的相处维持了一段时间美满。可在元旦晚会上，我抱着吉他弹唱一首情歌，有几个女生跑上来送花，其中一个趁机抱了我一下。林之意发了脾气，他拉着我回到出租屋，将我关在浴室里3个小时，直到确认我洗了好几次澡，才放我出来。我自然心里有气，狠狠地发了脾气。那是我们第一次争吵，虽然没发生太大的争辩，可还是让我心里不舒服很久。有一次我刚到他教室门口，林之意有难题没解开，正埋头苦想，一个男同学殷勤地过去，想给他解答一下。不好意思，请和我保持1米以上距离，我是有老公的人，他会误会我们的。林之意毫不客气地拒绝。我走进教室，他抬头看到我，惊喜地跑过来将我抱住。刚才看到我是怎么拒绝异性的了吗？下次你要学我这样拒绝，我讨厌你没边界感的样子。他一脸理直气壮地对我说教，让我一阵无语。我怎么没边界感了？柳如烟都被我拒绝的郁闷了，班级里的女生现在也不怎么和我说话，生怕林之意会跑过来示威。我觉得你应该信任我。我开始和他据理力争，谈恋爱可以，但是这样就有点过了。他罕见的没有顺从，而是很认真的和我争辩，说他看到我多次和女生接触，他会很吃醋的。我则是一件件给他解释，那些只不过都是无意或者很正常的接触，可他还是不依不饶。我最后耐心耗尽，冷着脸回教室去了。一连几天我都没搭理林之意，即使晚上一起吃饭，我也不和他说话。睡觉时还重重的关门，示意我还在生气。晚上他竟然偷偷摸进我的房间，准备用丝带将我绑起来。被他惊醒的我奋力反抗，最后他被我丢出房间。经历过这种事情，冷战自然进一步升级，将近20天我都没怎么理他。还是后来放学他跑到我教室外面蹲守，当着全
全班同学的面对我道歉。看着他拉着我小心讨好的样子，我的心最后还是软了，拉着他回到我们的小出租屋，直接动用家法狠狠地抽了他几下屁股，这才消气让他坐下和我说话。林之意，我要和你好好谈谈。林之意脸上有些不正常的红晕，扭捏着坐在我旁边，小手不老实地摸到我的腹肌上。既然我们都订婚了，我自然会和别的女生保持距离，绝对不会越界半点，这点你要放100个心，你不能有将我绑起来的想法。我有正常生活的权利。我甩开林之意的手，将他往旁边推了推，拉开一点距离。可是你和别的女生说话，我就会吃醋，心里很难受的。林之意表现得十分委屈，我苦恼地瞪他一眼，你是不是带点病娇属性？以前高中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，怎么现在我连和别的女生说话的资格都没了？那是以前，我们还没确定关系，现在你是我一个人的，自然不能靠近别的女人。林之意说的理所当然，我很确定他确实有轻微的病娇属性。那一晚我唾沫都快说干了，一边喝水一边说，好不容易让林之意退了一步，同意给我留出正常的社交距离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林之意确实变好了很多，会学着相信我的为人，我也很注意保持和其他女生的距离，也能正常的参加社团活动了。不过为了照顾林之意的情绪，我会带上她一起打篮球的时候，她会静静的在场外看着。以前她不会让我出现在这种场合，恨不得拿铁链将我拴起来，不出现在别的女生眼前。当比赛打完，我们队获得胜利，我举起双手欢呼，胸前球衣上林之意的名字是那么醒目。其他女生明白我有女朋友，也没过来骚扰。林之意笑着跑向我，用毛巾小心翼翼地擦去汗水，并递给我一瓶饮料。看着众人羡慕中带着祝福的眼神，我们一起欢呼拥抱，尽情地享受青春的美好。从那一次，他开始对我有了信心。慢慢的，我们的一切都开始向着正常的情侣转变。又一年的元旦晚会，我再次抱着吉他上台的时候，额头的碎发被风吹拂，身上白色衬衫和西裤衬托的我身材挺拔修长。化妆组的小姐姐还给我戴了个无框眼镜，英俊潇洒的模样让很多女生欢呼。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我女朋友林之意，谢谢你的信任，我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。当着全校师生的挑明我和林之意的关系，让台下的她露出感动的神色。我抱着吉他演唱的时候，目光更是只停留在她身上。一曲高歌以后，我下台走到林之意面前，牵着她的手一起上台。这就是我女朋友林之意，漂亮吧？我的调侃炫耀式介绍，让台下的师生们纷纷露出姨母笑。结束后回家的路上，林之意幸福的都快哭了，紧紧挽着我的胳膊，整个身子都靠在我身上。谢谢小雨弟弟，你让我明白，正常恋爱应该是你描述的这样，而不是我占有欲扭曲的关系。叫哥哥，你是喜欢听我叫另一个称呼吧？这么长时间我一点点灌输正常的恋爱观，终于让他病娇属性褪去，接受我的想法。可他魅惑至极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仿佛是世界上最毒的毒药，让我险些当场沉沦进去。为了奖励他，我给他买了喜欢的奶茶烤肠和小烧烤。路上我警惕地拿着袋子，一直防备他偷吃。回到了出租房，我在楼梯上走了2步，突然想起什么，赶紧停下让他先走。他也停下看着我，目光中带着怀疑。我俩僵持在楼梯上，你先。我俩为了让谁先走前面争论半天，最后奶茶也喝光了，烤串也吃了，打包在一起扔进垃圾桶。最后我还是捂着身后快走2步上了楼梯，可还是被2根手指戳到背后的手掌。他这一记千年杀少了些火候，也可能是我走得太快，让他没来得及瞄准，失去了威慑。我冷笑一声，睥睨地看他一眼，飞速跑到家里。林之意，受死吧！等林之意进了门，我俩就扭打在沙发上，他手脚并用奋力挣扎，可最后还是被我强力镇压。服不服？单手压住他的脑袋，我只感觉神清气爽，得意地问出这个话题。他剧烈地喘息着，我也不着急，等他呼吸均匀了些，才凶狠地放出话来。苏雨，你等我起来，别废话，爸爸就问你服不服。我自然不跟他废话，我身高1.86米，160多斤的身材，还怕他个小豆芽？服了。最后他奋力的反抗，还是被我镇压回去，不甘心地发出投降的哀鸣。等他彻底不挣扎以后，我松开他，飞速地跑回自己房间，锁上门，将一切仇怨留在外面。听着他急剧地拍打门板声音和咬牙切齿的挑衅中，我安然地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迷迷糊糊被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惊醒。我悄咪咪睁开眼睛，林之意猫咪一样无声地溜进房间，想造反。等他靠近床边，被我一个猛扑给压在床上，他发出一声别样的娇吟。我开了灯才发现他穿得极为清凉，2条大长腿白得发光。哥哥，手指在肌肤上滑动，我可耻的被诱惑了，一时的沦陷。代价是林之意在床上休息了几天，我就照顾了几天。从那以后，林之意的痴缠我没拒绝过，同样我也给予了他足够的安全感。手机密码他知道，每次睡前都放在床头，他可以随时随地翻阅我的手机。林之意在获得足够对我的信任以后，也给了我正常的社交活动，甚至大4毕业前最后一次聚餐，柳如烟和我说了几句话，他也没说什么。他和你说什么了？憋了一宿的林之意在和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最后终于还是忍不住揪住我的衣领，恶狠狠地询问了出来，伴随着我哈哈的大笑。他说祝福我们长长久久。我大笑过后对着他解释，他的脸颊泛起微红，似乎也对自己的动作感到羞涩。毕业那天我在操场上对他求婚，班级里有女生笑着打趣他。林同学终于和苏雨修成正果，这以后可以让我和他继续联系吗？联系可以，不过注意分寸，苏雨是我的。林之意抱着我送的鲜花哭得稀里哗啦，不过还不忘记对着那个女生露出小虎牙，恶狠狠地说着，换来所有同学的哈哈大笑，为他孩子气的占有欲感到好笑。柳如烟知道我今天要对林之意求婚，还特意跑过来送上祝福。虽然很遗憾，可在你们青梅竹马面前，我也不得不退场。
祝福你们。柳如烟送礼物就送吧，还特地对林之义说了这么一句，惹得他目光又警惕起来。晚上在出租屋的最后一夜，他还翻来覆去的查看柳如烟送的礼物，看看里面是不是有情书一类的东西。那是一幅画，被精心的裱起来，画面上是我们高中的时期。阳光下，我和柳如烟一起走在路上，我偷瞄着柳如烟的俏脸，林之义跟随在后面，恨恨的露出2颗小虎牙。青春中总会有遗憾留下，我败给了你，却还是祝福你，林之义，好好珍惜。柳如烟在画卷背后留下这么一句，惹得我早上起来腰酸的厉害。回到家以后，我们一起投递一家公司简历，一起进入公司实习，又在半年后一起辞职。因为生活不愿意太拼搏，我们选择在家乡开了一家花店，一家饮品店，2家店面紧挨着，一起做促销活动，买鲜花消费达标获赠隔壁店铺奶茶1杯，买饮品获得隔壁花店8折优惠券1张。1年后，我们的生意进入正轨，宇之意奶茶和鲜花店也在这一带颇有名气。我们选择关闭店面1个月，因为我们要结婚了。我和林之意亲手将2家店面挂上横幅，老板要娶隔壁花店老板娘，歇业1个月；老板娘要嫁给隔壁饮品店老板，歇业1个月。我踩着梯子挂横幅，林之意在下面扶着梯子，大呼小叫着指挥，惹来旁边几个开店的出来看热闹。我和林之意微笑着开始发请帖喜糖，他们也笑着送上祝福。林之意已经不再那么让我和异性保持距离，他学会了信任我，因为我给予他最多的安全感。所以我们的婚礼还邀请了柳如烟作为林之意的伴娘。她到了以后，看到我们婚房客厅墙壁上挂满了我和林之意从小到大的照片，她站在那面墙壁前看了许久，才悠悠发出叹息：我终于知道输在哪了，你们有这么多的回忆，外人始终是进入不了你们的世界。你别说这个，老公是我的。见到柳如烟还是一副不死心的模样，林之意瞬间就炸毛了，紧紧挽着我的手臂，警惕地看着柳如烟，看着我们一如当年的模样。柳如烟抿嘴轻笑。当婚礼进行曲响起，林之意挽着他爸的手臂，看着我穿着修身的礼服，手里拿着鲜花，大步朝他走来，眼中被期待和幸福的泪水充斥，声音颤抖地说出那句我愿意。伸出的手被我戴上钻石戒指，我和他也迈入了名为婚姻的殿堂。聚光灯下，我和他幸福的相拥，接受各地赶来的亲朋好友祝福。丢出的手捧花不偏不倚，正好被柳如烟接住。他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林之意，对他露出一丝苦笑。婚后，林之意将以前的规矩全部清空，只留下一条不得和柳如烟有私下接触的条件，只因为他大气地放下以前敌意，邀请他来参加婚礼。柳如烟居然还对我有想法，你怎么不说以前你在我和柳如烟之间使绊子？明明人家让你递情书，你还私下藏起来不让我看见。我笑着应下他的条件，随口取笑他一句，惹来他阵阵娇嗔。当夜他等我睡着以后，取出丝带将我手脚绑在床上，得意的哼笑。林之意，我看你受的教训还不够，只是玩笑随意绑上的，我稍微一挣扎就开了，狠狠地镇压上去。你脚酸知不知道？给我起开！婚后第2年，林之意开始喜欢将脚丫随意放在我身体上，我嫌弃地推开他，脸色猛地一变，伸手搂过他，用被子将他连头都盖住，然后他就拼命地开始挣扎起来。我笑得肚子都疼了，可还是用力捂着被子，因为我放了一个屁。我和他没有秘密，各自的手机包括社交账号，彼此都可以登录，不过我和他的聊天记录不能给任何人看，因为我们会社死。我注意力根本就不敢放在别的女人身上，因为那样会让林之意吃醋，代价就是我经常早上起不来，腰子还会发出哀鸣声。我开始想办法和他分房睡，那样能让我睡个好觉，可他总是半夜偷偷溜进我房间，每次睡醒胳膊都抬不起来。林之意压的。婚后第6年，我和他一人抱着一个宝宝，返回我们当年各自的家里，依旧如同当年高中时期一样，隔着阳台窗户，我抱着儿子，他抱着女儿。大傻个，我叫林之意，这是我的女儿苏沫，余生请继续爱我们。小土豆，我是苏雨，这是我儿子苏明，余生我会继续爱你们。林之意番外，我叫林之意，从小和隔壁苏雨一起长大，他比我大3个小时而已，却总是喜欢让我叫他哥哥，我也这么叫了，因为他说叫了会保护我，喜欢的东西让我先吃。我幻想着和他一起这么愉快的过一辈子，可随着我们的长大，他开始和我保持距离，从来都是亲密无间的我们，连睡觉都不能在一起了。鬼知道最初我整夜的睡不着，看着对面阳台漆黑一片，我就更加郁闷。什么男女有别，什么注意分寸，见鬼去吧！虽然我明白他是对的，可我真的不想和他保持距离。明明小时候可以无拘无束的打闹，长大了为什么要注意影响？可他越来越和我生疏，因为他喜欢上别的女孩。这个负心汉，明明说好了长大了要娶我，眼里只有我一个人呢。仗着和他的情分，我开始介入他和别的女生中间，即使那个女生是柳如烟，既然是我的，那就要争抢，不然看着他奔向别的女生，我感觉我会碎掉的。一次次的打乱他的计划，一次次横亘在他俩之间，我的内心发生变化，总是想着把苏雨藏起来，不让他和任何女生来往，可他还是决定要和柳如烟表白。我绞尽脑汁才想出办法，苏雨，你只能是我的。苏阿姨看出来我的计划，不过不枉我在她面前表现的乖巧，她很用心的给我提出建议，得到我确认答复后，我俩一起演了，成功苏雨骗到手。我光明正大的开始吃醋，因为我不想我们之间会有别的女生抢了先。时间过去，苏雨有些忍受不了我的占有欲，我们爆发了第1次争吵，可最后还是苏雨让我信任，我也学习着放下占有欲，我们越来越好了。可每次一看见他和别的女生接触，我还是忍不住的吃醋，心底的念头让我越来越疯狂。第2次发生争吵，那一次我觉得天都塌了，在我小心翼翼的道歉下，苏雨心软了。那天晚上我偷偷溜进他的房间，抱着他贪婪的呼吸他的味道，我不能没有他，一定要改变自己。我开始学着信任他，放下那个疯狂的想法，他也会照顾我的情绪，给我最多的安慰。我发现随着我越来越放心，我们的感情也越来越好。原来恋爱中的2个人可以敞开心扉，尽情的将所有的一切分享出来，他会尽量满足我的要求，只为了照顾我的情绪。为什么我不可以给他更好的信任呢？那天晚会上，他拉着我上台，
在所有人面前宣布我是他女朋友，彻底的击碎我的残余念头。原来爱情不应该是被束缚的，应该是彼此信任、彼此包容的。打开窗户，晚风习习，雨后清新的空气涌入。那个帅帅气气的男朋友一直陪伴着我，真好。苏先生，大学4年最后一次聚餐的时候，我相信任何一个人的祝福都是真的，唯独柳如烟不能让我相信。老公是我的，我一个人的，谁也不能抢走他。当老公给我戴上戒指，所有人都热情祝福，我们一起携手依偎在一起。即使几年以后，我对老公的爱恋却不见半点消退，反而日渐浓烈。生下第1个宝宝以后，我还经常为他总是照顾宝宝吃醋，而第2个宝宝降生，我不吃醋了，因为我没时间了。一人照顾1个宝宝，我才知道他的难处，更加让我觉得愧疚。为了补偿他，我决定明天爱他更多一点。谢谢你，苏先生，是你让我懂得真正的爱情，给了我今生最大的幸福，此生无憾。如果有来生，请务必让我多照顾你一点，因为我被你照顾得太好了，好到我无法超越你。苏先生，明天我会继续努力多爱你一点。